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带你们来山里面看一栋闲置的小院。之前呢，我来过一次，并且和主人家我们是聊了一个大概的价格。他说这栋房子是可以直接转让的，大概转让的价格是10个 W 左右还挺贵的。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将近有10公里，距离镇上有2公里，交通是非常便利的，背靠着大山，然后呢面朝着清水江。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去看房子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进村的马路，都是这样的水泥路面，大概宽6米左右，而且都是平路，小轿车进入这边都比较好走。房子的对面是有一座悬崖峭壁的，还挺高。然后整个清水江每天几乎都有很多钓鱼人，这边的鱼类资源还挺丰富的。我的车就停在这边，这里过去是有2户人家，然后这边呢是一栋稍加改造的房子，在上面呢就是高架桥了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，在这旁边。房子地势还比较高，房子的外面是有一座石头坎的，将近有4到5米左右。这边长时间没有打理，长满了杂草。然后整个院子呢，基本上没有一个过多的扩展空间。通过和邻居的询问，也得知这栋房子是没有菜地的。小院就从这边走上去，这户主人家呢也是新建了房子。那这栋老房子呢已经闲置了10多年，没有人住，是破破烂烂的。我是通过他的邻居找到他的电话，然后呢和他交谈了一下，他也给我说明了这栋房子的情况。然后这边的杂草呢是刚刚有人清理过的。其实以前这边是挺热闹的，现在上面修了马路之后，大部分的房子都搬出去了。像这样的旧房呢，在村里面算是为数不多剩下来的房子了。房子破损的非常严重，门口呢是有一棵大树，还有棵枇杷树，然后这边呢还有些灌木丛。对面有栋房子，建的倒是挺好的。底下呢就是清水江。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，网络的话需要自己去接。这算是为数不多可以转让，也就是卖的房子。整个房屋的占地面积将近有260个平方左右。旁边是没有菜地的，只有一个房屋地基。然后呢，门前的院坝将近宽60个平方左右。院子里面随处可见这样的石头矮墙，这些都是鹅卵石从江边捡回来的。而且这边进入房子的这条小路都是用鹅卵石铺的，将近宽2米左右。然后呢，这栋房子车子是开不在院子里面的，只能放在马路那边。好在马路比较宽。其实整栋房子坐落在这边还是非常安静的。整个村子里面呢，这边只有几户人家，算是独门独院，每家呢都有个独立的小院。住在这边呢，也不用担心别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3开间的木房子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。堂屋没有大门的，以前装的有。
但时间久没住人，整个大门呢已经全部坏掉了。楼层高度将近有4.5米左右，房子的开间4米乘以进深将近有6米。房子没有多大，基本上是没有扩展的空间。房屋的背后呢是背靠着山石，然后呢基本上是顶贴着后面的挡土墙了。现在我们就走进房子的内部，给大家大概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堂屋，堂屋背后的木板墙呢已经全部坏掉了，主人家呢是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堆放在这边。还有这边的房门，可以看到背后的挡土墙掉下来之后啊，是直接砸在了堂屋的这块位置。现在呢也不做清理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面挡土墙大概多高。哇，将近有差不多10来米左右，挺高的。背后呢是一些灌木丛。这边是碎石加上泥土的结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屋檐滴水呢基本上已经完全靠近了后面的这个山体。整栋房屋啊背后的3面木板墙都不见了。房子需要维修才能够住人，而且难度还不小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立柱啊弯弯曲曲的，而且上面呢长时间被雨水浸泡，腐烂的是非常的严重。这边的檩条还有瓦条全部都是坏掉了，上面的瓦片也掉落下来了。这栋房子啊卖10个 W， 我不知道他究竟怎么想的，可能给我2个 W， 我都不会买。这么破破烂烂的房子，基本上啊修起来等于重建，然后买下来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地基。这边虽然是靠近清水江的江面，但是整个院子没有多宽，买了个地基重新修房子，好像也是感觉不太值得，总感觉这个价格啊太贵了。那我们走到这间房来看一下。既然来了，还是给大家仔细的拍完这个视频。这边啊光线比较暗，以前呢2楼还铺了木地板，但是这边呢也是因为雨水的原因，这边的领子啊全部都是腐烂掉了，上面的楼板也烂掉了，背后呢也是没有墙面的，整个墙面呢应该都是被这些山体的石头掉落下来全部弄坏了。然后这边的房子倾斜还比较大，如果要修的话还要调整。整个房间里面每个房间将近有25个平方左右吧，没多宽。楼层的高度呢将近也就2.3、2.4米左右，如果铺了木地板那就会比较矮了。这栋房子的灯线现在已经全部拆了，重新接就可以了。整栋房子只有3间，如果它的背后不能扩建的话，修出来基本上也没有过多的房间。上面的楼层高度啊不够，如果做房间的话，就要像我们现在改造江边的那栋房子，整体把前面升高，然后2楼呢才可以做出房间，要不然啊2楼只能堆放一些杂物。这个房间里面基本上同样的情况，破损的非常严重，这2边都没有墙面了，全部堆放在这边。然后整个地面呢以前做了一个简单的硬化，房子是紧贴着地面，所以地脚呢损坏的是非常严重，
而且这个房子啊留的重复比较小，如果全部装修完的话，内部的光线是比较差的。这栋房子的大门孔啊全部都腐烂掉，所以这边的大门呢是全部应该是坏掉完了，现在是看不到大门。其实这栋房子啊给我感觉最好的应该还就是这个院子了。站在院子，把外面的灌木丛砍掉一些，可以直接看到江面，给人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但是院子实在太窄了，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活动的。旁边呢也是一栋闲置房，是一栋平房，盖上了琉璃瓦，砖结构的，可以拎包入住。有机会呢，我给大家拍一下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那栋房子的情况。然后走到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是有条小路可以进入院子的。以前呢，可能住在农村里面，大家相互之间串门，到处都是修的有路。然后房子的旁边呢，基本上没有扩展的空间了。这两户人家呢是离得比较近。这栋房子啊，通过询问也才得知，也是常年不在家的，在浙江那边打工，基本上过年都不会回来，闲置的时间也有7、8年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院子啊，长时间没人在这边住啊，院子里面长满了杂草。这栋房子啊，以前盖的也是本地的青瓦，像这样的瓦片，如果几年没检修，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屋顶上慢慢的漏雨。只要一漏雨之后，这些雨水把瓦条、领子这样子一浸泡，房子啊慢慢的就坍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改造房子、建房子，基本上都不用这样的瓦片了，直接是盖了琉璃瓦，打上螺丝，几十年不用去检修。我还是觉得这栋房子贵了，可能还是价格的原因。如果便宜一点的话，1万或者2万可以给它买下来，但是10万的话，这个价格真的不划算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大家还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